我们家还有那么多的外债，我拿什么还呀？哎呀，我可怎么？大姐，一共300块，数数。谢谢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是好人。赵老弟，谢谢你。喂，你回，我钱给他了，那画怎么办呢？我姐怎么办呢？你不给人家怎么办啊？要出人命了你！我说你呀你！行，你跟我爸都是好人，你们都是好人。你，哎呦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我听着你们家这么热闹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刚把东西搁屋里，我就跑过来了。老赵啊，哎，我不是不信你啊，你把那个给我瞧瞧，就是那个，啊，你给我瞧瞧，我心里一踏实，我立马把东西拿过来。你来晚了一步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彭啊，钱已经叫人家给拿走了。嘿，我说堂姐，你们就这不耍我吗？不是老，耍你做什么？前后脚。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，老赵？不，老彭啊，我们能答应给你800块钱，那是因为老赵把一盆兰花给卖了，300块钱。可刚那人家又给反悔了，刚把钱要回去了。你说，真的？真的？我说你们这两口子，你们卖都卖了，你们干嘛把钱还给人家？不，已经还了，你说什么也没有了。现在家里还有500，再加个100斤全国粮票。你要是答应呢，我进屋给你拿去。这，行了，堂姐，可以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你们两口子设了一个套，让我往里钻啊！我不上这当啊！骗你干什么嘛？真是这样。那是真的。好了，什么都甭说了啊！真的假的，我不上这当。嘿，我还大老远的把画还都给你们拿回来，我，哟，我那画，哎，老彭，哎，都甭打歪主意啊！咱们都规规矩矩的啊！清华，回来了？啊？老大，你抱着他干嘛呀？你想干嘛呀？你又答应我了，你现在又要拿着花去卖钱？哪儿有啊？这你甭抱着了，你给我。你又答应我了，你说话怎么不算数了你？我哪儿说话不算数了？我肯定不给赵家，给我。这活我来保管。你保管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欠条是我跟老赵签的，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，你甭瞎琢磨了啊！我肯定不会不护着你吧？我现在谁都不信。我是你老子，给我。有心话呀！你脑子你坏掉了吧？你平时办事不挺老练的吗？怎么让欧阳这么一吓唬，你阵脚全乱了套了呀？你就这么点出息啊？我就这么点出息，就欧阳这条件的，我到哪儿再去找一个这样的男人？我还带了个儿子。爸，我要真是你女儿的话，你就帮我这一回，我求求你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啊。好，我就要你这句话。哎，干嘛，老大？你去哪儿啊你啊？
回去。这都大半夜的了，欧阳还能回来吗？他回不回来，这儿都是我家。那萍萍呢？萍萍你就放在我那儿不管了？你跟美花帮我带姐姐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老大，那幅画你可得保管好喽，啊！你放心。哎呦，我就是不放心。那是幅老画，它该怎么保管那讲究着呢。你要是让它受了潮、长了霉，它1分钱都不值。哎，要不这么着，你把它放我那儿，啊，我替你保管着。你还不相信吗？我不相信。你六亲不认，你就认你们家欧阳。爸，我现在手里就这么一张牌了，我就这么一张牌了，我……哎呦，丫头啊，你说。我是怕你犯傻啊！600块钱，我可指着这养老我了啊！你养老得指着我和美花，钱不能帮你端屎端尿。嗨，那可不一定啊，那可不一定。你妈妈，我50斤粮票把它买回来的啊！他不是跑了吗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你对我特别好，我就这一个愿望，我求求你了，爸，我求求。好了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你都说成这样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行了，就这么着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回去了。看看我那外孙子去，哎，美华一个人在家弄不了他。你一个人在这儿行啊？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走啊！你这样我走得了吗？我你走！千万别把那画撕了啊！好，我走了。你别想不开啊！爸，你想叫我怎么办？我不能叫你怎么办，我只能把这些事情告诉你。我应该为了那张画，不让林生离婚，继续跟彭新华过下去。你是想叫我这么做吗？这件事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，事实上是我不应该让你这么做。你好像是叫我自己选择，可我怎么选？我想跟着自己的心走，可是我们全家这几年省吃俭用，我哥差点连大学都不念了。我们全家这么辛苦，不都是为了那张画吗？不，是为了我。爸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张画真有那么重要吗？值得你这么做呀？是爸不好，爸不为难你，佳慧，你做你自己的选择，别顾虑我这边。
刘村长，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谁也别想把我们再分开。都不管了。不管了，佳慧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你不想吗？想。什么事啊，老赵？这2天你也看到了，这东西现在在新华那儿呢，本来是2回事儿，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就扯到一起了。我明白，老赵，你是想让我给你一个态度。要是在文革那会儿，是保化还是保命，我当然是保命了。我想我们家老爷子也会理解的。可是现在这个决定，我是不能帮你做的。我不想让我们老爷子哪天知道了，骂我是个不孝子孙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不，你还不明白。我们领导刚刚找我谈过话，说组织上正在考虑把我的右派帽子摘掉。我想你应该清楚，这是我现在的头等大事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岔子。好，我保证这件事情不牵连你们。老爷啊，太好了！现在高兴还太早。我真的以为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老赵，就这么说吧，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是最不划算的。叫你过来就是跟你商量一下，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要不然，让你们家佳慧算了吧。他要能听我的，我还找你吗？你是他老子，他能不听你的吗？新华还是你女儿呢，那他怎么不听你的呀？哎呀，那你说吧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老彭啊，这钱呢，我已经存了快3年了，600块钱，很快就攒齐。你也等了这么长时间，咱们这个事儿不能说算就算吧？要不我说我是最不划算的呢，我还想不通呢。可是话又说回来啊，你说新华带着个孩子，要工作没工作，现在让他跟欧阳离了，你说他怎么过呀？再说你们要是把他那点事儿再抖楞出去，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，他就更活不下去了。我们保证跟谁都不提这事儿。那好，那我先代他谢谢你，老赵，你就别为难我了啊。这个事儿咱俩说了不算啊，这事儿还真就得佳慧、新华那俩孩子说了算。我们家新华是铁了心了，那幅画也在他手里，可是干着急一点劲儿都使不上。你要不想让那幅画毁了，你真就得劝劝佳慧，你把他得给搂住了。有样东西是楼下叶家的。爸，那幅画是无价之宝，我害您把画给了姓彭的。赵方圆欠彭世忠人民币600元，全国粮票100件，还款期限为2年，逾期不还，彭世忠可自行处理该画。打你个王八蛋！别管我，别拦我！你趁火打劫！什么事？
我跟你们家老子那是签字画押的，我们摁了手印的。你要敢乱来，先问问你老子，吃亏的到底是哪一个？那幅画人家老爷自己都不要，你倒好，自己白来亲自画押，一定要赎回来啊！我们全家人跟着你是喝汤吃菜啊，一分一厘的从这牙缝里抠。张家辉，张家辉，是我，你再跟我抢欧阳，我就把这画撕了！别！我应该为了那张画不让林生离婚，继续跟彭兴华过下去。你是想叫我这么做吗？妈，爸早上脸色不好，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？一晚上床上烙饼，他是不是在怪我？他可没怪你，那就是你在怪我。我有我闹心的事儿，你别瞎掺和好不好？说了让我自己做决定，我依着自己做了，你又不高兴。你懂点事儿好不好？你现在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，知道你向着那欧阳。我跟你爸都20多年了，还养了你们5个小的，他闹心我能好得过哪儿去？啊？知道他不是冲你来，你就行了。不是妈，爸到底有什么对不住叶叔叔的，非要帮他把画拿回来呀？你可别问你爸啊，我警告你。那我这不是问你呢吗？你也别问，他是你老子，还得要他这个当老子的面子。妈，我保证谁也不说。这事儿是不是特丢人啊？丢人的事，你爸这种人能做得出来吗？你别在这瞎猜了。哎呦妈，我求你了，上次爸都要说出来了，你非给拦着了。哎呀，就是说不清楚。你看，你不说，你让我在这瞎猜。我说老实话，我现在真的对我爸什么？我有点不相信我爸了。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最好的，但我最近就在想这些事儿。爸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，都不能让我知道啊。那你保证谁都不能说。我保证，包括你爸。听说你叶叔叔又派帽子要摘了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最近好多人都在平反，轮也轮到叶叔叔了。唉，20多年了，你叶叔叔就是因为又派的帽子，还有海外关系，全家人吃了多少苦啊！5、6年那会儿搞公私合营，你叶叔叔想把他们家的药铺交公了，当时他就说了那么几句，他说，公私合营不见得能经营好，要是他爸还在这边，他们家经营药铺肯定没问题。可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又没经验，所以这么一说来啊，药铺还是交出去好。5、7年那会儿，发动大家呢，跟组织交心。你爸呢，把这几句话跟组织汇报了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第2天，你叶叔叔就有了个罪名，我反对公私合营，要翻遍天障，跟着就被打成右派了。这几句话没问题呀，哪有反对公私合营？我们都认为没问题，可你叶叔叔的右派帽子，就是因为说了这几句话的。但是在那时候，咱就说叶叔叔这出身，还有他家里的海外关系，就算不因为这几句话，也会有别的由头给他扣帽子的。你爸有这么想得开吗？啊，能把自己从你叶叔叔那件事里摘出来？哎呀，说这些年了，你叶叔叔那头也遭罪，你爸这头也不好过呀。后来再加上嘉信跟知火去下河洗澡，知火这事儿啊，我们周家欠叶家的。佳慧啊，佳慧，是你爸欠了你叶叔叔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今天告诉你，你别瞎琢磨你爸了啊。我知道。好，谁也不说了，给你爸留点面子。嗯。
你那个是蓝黑墨手吗？这么点事儿还用你教啊？能看得出来是改过的。你这叫做贼心虚。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啊，你就底气足一点，到那儿就说给我半斤白糖，千万别给我演砸了。那要是被发现了，购货本会不会被没收啊？我都不知道改了多少回了。你要真那么倒霉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要不然这么着，来，我再给你重新改回来。来，去。这么一改，每个月我只能买2斤白糖，这样就能买3斤了。猪脑子，会不会算3斤半？疼！让你长点记性，本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。你们姓彭的就没有一个好惹的，只要沾上你们彭家，我们家就没好事儿。就你那爸，让我们家给那么多钱，还有你那姐，明明是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还死乞白赖赖人家不肯离婚。关我屁事儿？跟我说得着吗？要我说啊，你回去赶紧劝劝你姐，把那幅画撕了得了。她要把那幅画撕了，我们家也不用给你们家钱了，然后我姐也可以去找她的欧阳了，对吧？你真劝劝你姐，我跟你说真的呢，你劝劝她别犹豫，把那画撕了吧。说了这事跟我没半毛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啊，如果你姐真把那幅画撕了，我爸脾气再好，跟你爸都得翻脸，那咱们两家就是仇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咱俩以后还怎么像现在这么一块玩啊？就你这1个月1斤半的白糖，你就别想了。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1个月这1斤半的白糖，我自己已经学会了。过河拆桥是吧？啊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怎么了？我们彭家就这德行。没怎么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臭娘们，你跑！你别要追着我打你满地，我满地跑！跑！佳慧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彭新华在那边闹得没完没了，现在连我们领导都搅进来了，所以我在想吧，我还是往省里调调，到时候想办法把你也调过去。林生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会加紧办离婚手续的，你别着急，再等等我。你先别离婚行吗？你怎么了？生我气了？怎么会呢？那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都赖我。我们领导把我当成陈世美，死活不肯给我开那个证明，可我还是没有跟他说，究竟是因为什么要离婚。我心太软。佳慧，可我想好了，要是他再不批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。不要，林生，把彭新华逼急了，他真会撕了那张画的。你父母不是说了吗？这件事儿我们可以自己决定。我就是决定不能让他毁了那张画。那就由着他拿这个要挟我们俩。啊，佳慧，你是这意思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我不想让我爸难过。是你爸让你这么做的？不是的。你爸怎么这样？究竟是一幅画重要，还是亲生女儿重要？不是我爸，是我自己做的决定。你做的决定？你要放弃我？林生，我们再等一等，等我爸把那画拿回来好吗？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那要是拿不回来怎么办？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？不会的，我们总会有办法的呀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？我们先不要见面了，再等一等。你怎么了？生我气了？没有。
正想把你装到口袋里，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谁都不认识我们。可我们不能只顾着自己，对吗？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？我们不是已经都熬过来了吗？再等一等，答应我好吗？坐。金处长，家人呐，这次考得不错，又是全班第一啊！赵家人，你们这批同学啊，入学年龄都偏大，可以提前写入党申请书，早日向组织靠拢啊！今天找你来啊，是要给你提个醒，多注意一下同学之间的关系，特别是男女之间呐。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，但是这一点还是要引起重视，特别是已经结婚了。金处长，你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？你跟叶星星啊，我知道你们是从一个地方来，从小一块长大，还是邻居，可能你们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，还是要注意点影响啊。金处长，您可能误会了。不是我误会，我也是听同学们反映啊。金处长，我知道你要找赵家人同学到底谈什么，同学们都在议论，也传到我的耳朵里面了。但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您解释，赵家人的婚姻是不存在的，那是历史遗留问题。他的结婚证根本不作数，因为对方登记的是假名字，那个人根本不存在。赵家人，是这样的吗？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？这个不重要，金处长，我必须要说清楚的是，我和叶星星同学就是同学关系，不是男女朋友，请同学和老师千万不要误会。我是一个男的还没什么，可是这样对叶星星同学不好。赵家人同学，您解释得够清楚了，谢谢你啊。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明天就可以搬了。宋书记本来不高兴了，不想把那个房子给我们了。我今天去找他说了，他现在又答应了。我不搬。你是想去省里吗？那好啊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也好。我听你的，那我们就一起留在电影院。你还听不明白吗？我不搬了，我要一个人住在这儿。你走吧。以后我去哪儿，这儿也是我的家。我不知道你去哪儿，但是不准来找我，更不准去找我领导。你是要跟赵家辉好吗？就撕了那幅画是吗？彭新华，你做到了。赵家辉现在不肯见我，你把他全家都给拿住了，现在你还想拿住我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你对我那么好，你给了我和明明一个家。够了，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吗？不要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原谅我吧啊！我知道你不喜欢明明，我把她送走，就我们两个人一起过日子，我再给你生个儿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离婚。彭新华，你别逼我。我不逼你，我这几天回我爸那儿住，一个人照顾好自己。
星，星星，你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我刚才看见你害怕了，想要叫你。今天医院不是没你的班吗？你跑来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怕我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啊？那你干嘛偷偷的跟着呀？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啊？你就不能骗骗我？非要我自己把话说穿吗？我知道，你对我安全的担心，只是出于同学的友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自作多情的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没事，我送你回医院看看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浪费什么钱呀？我什么不用啊？你这不行啊，你这个。哎呦，真的不用。放心。哎呀，不要！你上来，放心，我带钱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你的吧。是不是疼得很厉害啊？其实我是有钱的，就是今天领了钱，刚才我怕有人要抢，才急的。为了挣这20块钱，我做了1个月的护工，我哪舍得让他们抢走？我本来想着一早以你的名字给叔叔阿姨寄回去的。家人，我有什么做的不好吗？你就不能告诉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我去拿梯子。哎。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吗？啊？哦，那您就是欧阳林生老师了。老师不敢当。小笼包不就是您的学生吗？小笼包？啊，就是包小龙。哦，包小龙啊，他也算不得是我学生。我知道，就他那水平呀，给您当学生都不够格。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本来都说好了，今天要带我来拜访您的，可我都等了半个钟头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。拜访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跟您学画画呀，今年我想报考美院。哦，对了，我带了我画的画，您先看一眼，要是水平太差的话，也别勉强。哎，别在这儿看，这件事儿回头再说吧。欧阳老师啊，您去哪儿啊？我去拿个梯子。快吃，都凉了。哎，好些天都不见你来了，我们还说呢，你是不是收摊了？你那泡菜真不卖了？
是啊，你那泡菜多好吃啊！我们家人都吃上瘾了，还说呢，没你那泡菜都下不了饭。我就是特地来告诉你们一声，我换地方了，在那边的秋玉巷子口卖呢。在秋玉巷子摆摊不抓呀？要是抓，那就再换一个地方呗，只能打游击了。那你再换地方得告诉我们一声啊！一定得告诉我们啊！哎，好，一定告诉你们。那你们慢吃，我先走了啊。好好嘞，好。江师傅，您好，江师傅。好长时间没见你了。我这也一直没来得及谢谢您，那天多亏了您帮忙啊。你还送了我一坛子泡菜呢。哦，对了，多少钱呢？我得给你。哎，不用，都说了是送您的。哎呦，那太谢谢您了啊！你那坛子泡菜啊，后来我又往里放了点辣椒，可是总也泡不出你那个味道来。我就跟我那几个徒弟说，别看小小的一坛子泡菜，这里边啊也有功夫。像您这么大的厨师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腌个泡菜算什么呀？哎，那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我们那儿的菜啊，大部分都需要这种泡菜。几根泡菜虽然是个配料，味道好，你可能吃不出什么；味道要是不好啊，你一口就能吃出来，而且呀，还影响到这个菜的品质。那我明天再送您一坛。哎，这么送哪是个头啊？我们那是个食堂，又不是居家过日子。哎，对了，我呀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东方宫食堂啊准备招工，我看你可以过去试一试。我能行吗？我觉得你是个苗子。谁呀？欧阳老师，哎呀，你上次不是说缺木条崩画框吗？我给您弄了几根过来，有水吗？有，我给你倒。哎，不用，有啤酒。哎，欧阳老师，我要告诉您一个重大的好消息，北京啊正在办一个画展，我觉得您应该把您的画送过去参加展览。北京？我哪有那水平啊？您别谦虚了，我听说参加这次画展的都是青年业余画家，您肯定够资格。您画多好啊！参展就算了，要是有机会去学习，那还差不多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吧。他们把这次画展取名叫“星星画展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每个星星都是独立发光的，我们画画的也有独立自己的声音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是，说得真好。哎，您上次还没帮我看画呢，现在帮我看看。行。怎么画得很差吗？欧阳老师，对不起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姚，你刚不自己说的吗？每颗星星都能独立发光，画画是你的自由，只要你能从中找到乐趣就行。老师您真好，他们都嘲笑我，但是我不服气，只有您鼓励我。我也是被你感染了。搞艺术创作，首先要解放自己，做一个自由的人。这些东西说起来容易，可是我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。洗衣服啊，我做的金条捞下就是。
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来，真的不用了。一个人拧不动。佳慧，你怎么来了，欧阳？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，佳慧！你还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没准备你的饭。佳慧，哎呀，你去找他干什么？人家都不理你了。执念为名为利，抚慰心底的伤痕。人生为情为义，追逐自由的灵魂。了无挂牵，努力活得真。这一世，我要做怎样的人？欢乐、痛苦、热望、失落，跌跌撞撞，不平坎坷。我要做不同的我，找不到理由开脱。不要苟活，我要灿烂的生活。我要做真实的我。求索的执着，天空海阔，不为生命冷了。我要认真的活。欢乐、痛苦、热望、失落，跌跌撞撞，不平坎坷。我要做不同的我，找不到理由开脱。不要苟活，我要灿烂的生活。